Hello，大家好，我是魏英，欢迎收看我的影片。那今天呢，这个影片其实比较特别，是因为我看到新加坡航空在今年的3月又要来台湾招考空服员了。那今年是2025年嘛，他上一次来招考是2023年3月的时候，那等于说是睽违将近2年，新加坡航空即将要来招考。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23年3月当时我是有去申请新加坡航空空服员的。那我从最一开始的网络申请，然后 digital interview 到现场的面试，然后体检，最后我一路都是有通过，并且我是有拿到工作签证的。可是我最后因为一些个人的因素，就决定说放弃这个机会。不过今天想要透过这个影片呢，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会对于新加坡航空空服员招考可能会想要了解的细节啊，或者是建议的一些小 tips。我在我这边整理了10个不同的问题，那这10个问题呢会 cover 到我自己的背景，然后当时我在申请的整个流程，然后以及对于要如何练习英语口说，然后如何练习仪态，我的一些 tips， 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不会去。那我把这些问题用 iPad 写下来。那首先就是从第一个开始。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背景。那我当时2023年申请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大学毕业2年半了。然后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在外商银行做储备干部，就是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的 MA。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政大的广告系，然后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台湾念书，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让自己浸淫在英语学习环境的机会，所以我自己的英语口说啊等等听力各种能力都是靠自己在求学的历程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我就是只有在大学的时候有去欧洲，就去荷兰交换学生4个月而已。但其实那4个月对自己的英文是没有说太大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我的英语能力还是在去交换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好几个的航空公司在疫情之后都有开幕招考嘛，那我当时是只有申请新加坡航空这一间而已，因为当时新航就是我心中唯一的理想跟梦想，所以我当时就是只有申请这一家，并且我是没有参加过任何航空空服员补习班的。然后我在那之前，我其实也没有做过任何服务业的经验。大致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的背景是我除了可能大学念的是名牌比较好听的大学之外，我在各个面向上面其实都不算是有优势的，因为跟我同梯竞争的是以前做过空服员的，或可能是做过航空业地勤的，那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服务业经验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国外念书的那些海归学子。我的背景其实并不是非常的 competitive， 但是我还是有最后成功拿到 offer， 所以我想说这样的背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线上投递履历。那你要申请的第一个部分，你当然就是要到他的官网去 submit 你的那个 application 嘛。那我记得那一年的 deadline 是2月28号，不过我自己 submit 的date 是2月2号。submit 的时候，他会要求要附上你自己的 CV， 然后要附上你的学历，然后很多的个人资讯，就包含你国小，你的国小的校名，然后你要英文去把它填上去，所以它内容是很多的。因此你千万不要在 deadline 的前一天才开始填，到时候赶在 deadline 也来不及的话，就得不偿失。那至于英语的部分，新加坡航空就跟华航啊、长荣是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它并不会要求你要附上你的英语考试成绩，你不用附多益、托福，全部都不用。它是透过后续 digital interview 或者是实体 interview 才去考核你的英语能力的。因此在这边你是不需要准备你任何的英语考试成绩的。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最困扰的是 CV。那我自己当时的 CV 呢，缴交的是英式的 CV，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外商公司工作嘛，就我在银行，然后我现在在酒商，所以我一直以来呢，我的履历都是一页 A4 的英式履历。那你想要知道它长什么样的话，你就 Google 打英式履历，就英国的英式履历，然后你就会找到了。那英式 CV 的要点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没有照片，然后第二个它会是黑白的，然后第三个它只有一页 A4， 并且你一页 A4 要写满，你不用管说你一定要字很小，全部挤在一起，你字是可以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行距可以稍微大一点，但是你必须要一整页的排版都要是满，就不可以有空洞。然后呢，你在写的时候，你最上面的第一个 section 呢，就是放你的 education experience， 然后第二个 section 放你的 work experience， 然后最下面呢，你就可以放你自己在大学或者是你自己个人有做过的一些 side project 啊、社团经验等等。然后最下面的一小条放你自己个人的兴趣啊，或者是你还有学过什么特别的语言。那
整篇呢，你基本上就是用很简洁的方式，用 bullet point 的方式，逐一的去列出你自己在这份工作或者在这个 study 里面的 highlight 是什么。像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学期是拿到书卷奖，所以我就写我自己念那个 advertising 嘛，就是广告系，然后有拿过书卷奖，然后我的 GPA 是多少。然后再来工作的话，像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渣打银行，就写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然后我是 Management Associate， 然后第一个 bullet point 就写我这一份工作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浓缩成3条 bullet point， 然后你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子写，然后记住你的这一篇 CV 呢，基本上是要通篇过去式，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份工作上，你就记着通篇过去式就对了。然后每一个 bullet point 的句子呢，第一个字都放动词，像是你 you led what project， so I led something， 或者是I activated something， 就是用一个动词来去强调你曾经做过的事情。那 CV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在这边就不深入的去赘述。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CV 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许我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做一起来介绍 CV。然后再来第3个就是 digital interview。你在线上投递出你的 application 之后，下一关你就会进到 digital interview。而 digital interview 你是当天就是你的线上 application 你申请出去的当天，就会收到你 digital interview 的 letter。我当时是2月2号申请嘛，所以我2月2号当天就收到。然后你收到呢，他会告诉你要在哪一天完成。所以我是2月2号收到，然后我是被要求要在2月6号的晚上11点59分以前完成。所以你基本上你只有4天的时间要去做执行，所以你就自己抓个时间。假设你未来4天你要出去玩，你要出国去玩，那我就建议你等你出国玩回来之后再 submit。那 digital interview 里面呢，我先稍微讲解一下比较简单的部分，那题目我来最后讲。首先第一个，你在录 digital interview， 你就拿到一个 digital interview 的信嘛，然后它就有一个指定 link 就要点进去，然后在那个 link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要依照 link 里面的指示去开始还会有一个荧幕，然后上面就有问题，然后它就要对着你的电脑荧幕，或者是你用你的平板、用你的手机做 digital interview 都可以，你要对着它，然后开始回答它要求的问题。因此呢，当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你的什么很重要？因为你录影嘛，所以你的空间环境，然后你的服装、妆容，全部都很重要。所以第一个，首先你的录影环境你要注意的是，你假设房间很乱的话，就请你整理一下，确保你自己是在一个光线环境都很棒的地方去进行。然后至于你的服装和发型呢，我当时是穿一件针织的毛衣，然后头发的话，我记得我是好像是绑一颗丸子头发就让它干净，然后整齐就好。然后至于妆容呢，因为你做这个 digital interview， 它会有解析度的问题嘛，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妆不要化太淡，可能比你自己平常化妆下手再稍微重一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题目呢其实并没有很多，不过它这些题目全部你都是要对着镜头去讲的，所以你一定要先提前准备好，你觉得你可能会被问到的哪一些问题，到时候当然开镜头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反应。那我当时题目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叫魏英我大学是念哪里，那你的这些回复全部都是要用英文去回答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再来第二个，他就问你说为什么你想要加入 Singapore Airlines Cabin Crew， 所以你就要去准备说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 position。然后再来呢，第3跟第4题是情境题，那一题是他说假设当时你上了一道菜，然后客人跟你反映说他不想吃这道菜，那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题情境题是说有客人跟你反映说他觉得他隔壁的人他要体臭，他跟你反映，那请问你会怎么去回答？那这2个情境题就自己一定要事先练习好嘛。那像我当时是回答说食物的部分，我就是跟他说我了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无法提供食物这件事情，你了解到客人想要吃这个，但是你很遗憾你没有办法为他提供这只鸡，那我们仍然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哪个舱等如果还有剩菜的话，可以帮你多加留意一下。我其实大概是这样子回答，但是我要说我的这个回答应该是不适用于真实的实际情况，所以如果你已经是现役空姐的话，就是拜托要打我的脸，我只是在说明一下我在面试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我怎么去回复。那大家如果更好的回复的话，就不要照抄我的，因为我的也有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你一定想要把自己做到最完美的状态嘛，所以你可以参考就好，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答案跟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至于那个有身体体臭的那一题啊，我一样是首先安抚客人，然后表达你的关怀，表达你的关心，然后让他知道这边你可能会帮他留意一下哪里有一些空位，然后或者是去 compensate 一些其他的 meal 啊，或者小小的礼物这样子。接着呢，第5题是一个，他会给你一篇200个字的英文小短文，然后要你去朗读它。然后这个听起来不难，对，你只要念就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很难，因为它很绕口，然后还有很多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字。那当然，每一个 digital interview 的题目，它都会给你一点时间准备，可能60秒钟的时间准备吧。就是它的镜头先关闭60秒，然后秀出题目之后呢，你就有60秒钟的时间准备。等60秒过后之后，荧幕就突然打开，然后就要马上开始录。那这个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tips，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文章嘛，所以建议平常就多拿那些新闻英语啊，那种文字很多文章来，就一直念，然后念久了，其实那个语感就是会上来。然后最后一题呢是，他会要你站起来，然后录你的全身，这样子，然后录到全身，然后这样子转一圈。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注意了哦，因为你在做 digital interview 的时候，你只会录上身嘛，所以你千万不要下面只穿睡裤，你上上下下全部都要穿好，然后头发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你在录影的时候，你大致上你就要先找好你的机位了，免得你到时候突然要录影的时候，你的电脑要放地上，然后你的双下巴都露出来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展现出你漂亮的样子了。在接下来呢，第4个问题应该就是最多人想要知道的，也就是 final interview 实体面试。首先 timeline 的部分，我刚才有提到我是2月6号以前要完成 digital interview 嘛，所以我完成 digital interview 之后，我是一直到3月12号才收到 final interview 的 letter， 然后我在3月12号收到，然后被告知3月18要面试，所以时间是会很赶的。当时是在南港的6福万怡酒店面试，然后面试的报到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那你一定是要比8点半还要早嘛，因为你可能对南港不太熟悉啊，所以我当时是大概8点15分我就到南港了，然后等到我完全面试完大概是10点15分，但是因为我的组比较早面试完，然后我面试完之后我是看到后面其实还有一些人，因此如果你后面还有行程的话，建议你的整个 schedule 可以抓到可能中午的12点。大解密，大家最想要知道的Final interview 的关卡，它这边呢，我是有4关。第一关呢是摸高，假如说这个墙壁，它在墙壁上面贴一条线，然后地板贴一条线，然后要你站在地板那条线之后，然后去摸墙壁上面的那个线。地板的线呢，大概是距离墙壁是15公分左右。然后呢，高度我当时不知道，是后来查才知道，那个高度是207公分。所以你自己在家里头就好好练习一下，可以垫脚的。我自己的身高是164公分，我当时207公分的线呢，还是要微微的垫脚才可以摸得到。假设你不高，可是只要你摸得到，然后你可以摸到，然后停留个5秒，就会过这一关。当时大家就是鱼贯的逐一去摸那个高度嘛，然后摸完你摸得到，他就会请你出去外面坐着。那如果你摸不到，他就会请你回家。然后接着他就开始叫人，他会把6个人叫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进行团体面试。然后这个团体面试呢是6对2，就是2个考官对上6个应考生。然后呢，这个团体面试最主要就是一个辩论题，其实也不是辩论题啦，就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团体的发表想法的一个题目。这个团体面试你被叫进去之后呢，他首先会叫大家逐一的站起来自我介绍，那你自我介绍是不用计时。当时我们6个人都自我介绍完之后呢，考官呢就会跟我们讲这个辩论题目，然后辩论题目我那一组的题目是，你觉得 social media 是好还是坏？然后你就要跟你左右的人就是两一组，然后每一组人都要一个持正方一个持反方，然后去讨论说，你觉得好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觉得不好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去讨论，然后你在讨论的过程中，考官们都是会去听的，因此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子去表达，并且倾听对方的想法，表达赞同之余，也说明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时间到，然后考官就叫大家逐一的呢去站起来发表那个刚才讨论的结果。那当别人在发表的时候，就是假设那不是你的组的人，你不要在那边东张西望看文字哦，你要这样，你就要这样起身，然后聆听，这样这样子点头，然后你懂吗？然后我们6个人结束之后，我们6个人就被请到房间的外面去，然后等一阵子之后，考官就出来，2135号，1126号，他就念数字，然后念到数字的人就表示你进了下一关，然后没有念到的人就对不起，就是没有过关，就只能马上回去，然后就会进到
下一关第3关是一个2对1的面试，就是我一个人要对上2个考官。然后这个面试呢，它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个人的 interview 而已。然后它的题目基本上就是你去各大公司、去任何地方面试，基本上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当时他是看着我的履历，然后他就说：“哦，你跟我自我介绍一下。啊，你以前都在银行工作啊，你没有做过 service 的经验呢？那你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胜任这一份工作？那你觉得你在银行里面遇到最大的挑战跟困难是什么？还有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当时还有说到：“你知道现在新加坡的物价变得很高吗？那你这个工作，你现在看起来工作其实是蛮不错的，你这样转过去，你确定吗？你真的要，就是他是会问这种问题，关于你是不是真的确定自己要去新加坡，他也会问像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可能面试会遇到题目是什么，你就网络上 Google 一定超级多的，你就把你那些题目写下来，然后 bullet points 稍微书写一下，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回答？那基本上你就是要对自己的背景很了解，然后多多去练习英文口说，这一关就可以顺利的通过。再来呢，2对1面试你结束之后，你会被请出去嘛？会有考官出来朗读编号，然后编号有被喊到，你就会进到最后一关。那最后一关就是最有趣的一个关卡。最后一关呢，就是试穿服装。他当时就会看一下你的身形啊，比对一下啊，就丢一件衣服给你，然后你就要去一个屏风后面换衣服。那如果你有丝袜的话，是要把丝袜脱掉。不过我当时是没有穿丝袜，所以我就是直接把我的衣服这样换，然后穿上去。他当时还给我太小件，我拉链整个完全拉不下来，所以我就有穿回我的衣服，然后走出去跟他说：“哦，这件有点太小。”他才拿了大件一点的给我。那个房间暗暗，就没开灯，也不是说暗暗，就是一个没有开灯的房间，所以因此房间唯一的光源就是玻璃外面的自然光。然后考官就把我拉着，然后拉到玻璃的旁边，然后这是我狗狗的玩具，好，假装这是我，考官这样把我拉过去，然后呢，他就开始问我问题，但他不是真的在问问题，所以那些问题你不用太紧张，他只是在问说so what's your name？How old are you？ 然后这样，他就这样一直看你，这样一直看，左看右看，这样上看下看，然后用透过那个自然光的方式，然后再看你脸上的所有瑕疵，他就这样看得这么紧，然后看一看之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Your skin is okay， 然后还说什么，Your teeth is a bit yellow， Do you agree with that？ 就是他就问了这些问题，我当下是觉得有点心理震撼的，因为我自己自认我的皮肤肤况是还不错的，然后呢，我牙齿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黄牙问题，可他就是会看得这么的细，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在审视你外貌的一个环节。接着他就开始叫我从房间的底端然后走过来，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看我走，一直看我走。然后你知道新加坡航空啊，它的那个就是制服啊，上身很紧，然后它的裙子也很紧，就是窄裙然后窄衣，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鞋子呢是。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穿过，以前有流行过那种楔形泡棉的厚底夹脚拖，它就是那种泡棉的厚底夹脚拖，所以很难走。然后来回走了几次之后，他就跟我说 ，You have to work on your posture， 就是反正他觉得我走路不够稳定啦，然后姿势不够好看。你知道我一直是有在做瑜伽的人，然后一直有在重训跟健身，所以我一直对自己的 posture 是很有信心。但他觉得我要 work on my posture， 所以真的是很严格。就是试穿服装的这一关，它最主要就是要看你整个脸跟气质适不适合这套衣服，能不能够体现出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气质跟精神。这边就是留意一下你的。它的袖子是这样5分袖，然后裙子呢，它在检查的时候是会把你的裙子撩起来的。因此，如果你在看得到的地方有任何的疤痕的话，就是请你好好的去擦你的淡疤药膏，然后好好擦之余呢，考试的当天就用个遮瑕把它遮住，不要让它太明显。那你的脸上也是呢，去做好你的保养。然后还有你平常在家里就多练习一下这些稳定性的走路啊，然后让你的体态保持是一个这个优雅然后好看的模样。然后其实这关就结束了，他就会叫你出去，然后叫你出去之后，过一阵就会有人出来告诉你说，哪一些人有过，哪些人没过，然后有过的人他就最后请你到一个小房间去，然后呢，他就会开始请你把那个他预先要你准备好的文件拿出来，然后开始填一些表。OK， 以上就是关于 Final Interview 里面的流程，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小 tips 要再跟大家做补充的。首先第一个是一定很多人会想要问的刺青问题，他的刺青他会稍微把你的领口翻开来一下，但是他不会说脱光然后裸体或者只穿吊带，不会，他就只会看你穿着制服的样子。这就是他检查刺青的方式。然后再来呢
Final interview 那一天之前，他会要你准备很多很多的文件，然后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困难的文件是 birth certificate， 就是你的出生证明。那当时而且他出生证明要的是英文版本哦，然后所以我当时出生证明我还跑去户政事务所先申请，可是呢，你户政事务所申请到的 birth certificate 是中文的，我还要再拿去一个那个律师事务所还是公证事务所，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去请他帮我翻译，然后翻译之后呢，要那个律师盖他们那个认可的章，你的这一份英文的 birth certificate 才会变成一个合法的出生证明文件。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预先去把它申请跟办起来了。然后至于面试当天的服装呢，我贴我当时面试拍的照片给你们看。那你可以看到我其实就是绑一个包头，对，我就是这样一般的包头，然后也不是绑法式包头，所以就是一个简单干净的头发。然后再来服装的话，我当时是穿了一件黑色的小背心，但是我外面是穿一个正式版型的针织外套。然后裙子的话，我是穿一件黑色的鱼尾裙，然后里面没有穿丝袜，然后鞋子是穿一个黑色的平底娃娃鞋。但是如果你想要为了求谨慎起见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穿就是整套的正式西装，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妆容的话呢，我当时就是画我一般的妆容，然后再浓一点点。我会贴给你们看，我当时化的妆就是我对镜子自拍的妆容是长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哦，就是其实还是蛮淡的啦，但就是比我平常的淡妆再稍微深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眼睛呢，你有近视的话就是戴隐形眼镜吧，可是不可以戴变色片，戴变色片你会当场被要求就是把你的变色片拿下来。然后我当时手脚都是有擦指甲油，然后是擦同一个色系的。新加坡航空他们你有搭过的话，或者你网络上找一些图片，你可以看他们的空服员的指甲都是红色的，然后口红也是红色的，它是放在一起是同样的颜色。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手脚指甲我都是有擦一个枣红色的指甲油，所以你稍微擦一下指甲油，让你的手脚看起来漂亮一点，这样到时候在做那个服装试穿的时候，才可以更体现出那整体的感觉。然后我自己我没有耳洞，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戴耳环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人会问那个牙套，然后当时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有戴牙套的，可是他们就有跟面试官说他什么时候会拆掉。然后面试官会要求说，那你等到拆掉之后，你要再来复检，他会再来看一下你牙套的那个拆掉的模样如何。下一个部分就是健康检查了。那我的面试是3月18号面，然后健康检查是到4月7号才收到健康检查的信。然后在这之中，有些人就 panic 啦，我想说，我会不会在中间的莫名其妙又被删掉？不会的。然后我当时呢，4月7号收到健检的信，要求我在4月17到4月21之间完成。那其实健康检查真的也是一个，你也可以称它为是一个关卡，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人是前面 interview 都过了，但是结果就败在健康检查过不了。那健康检查呢，最容易遇到2个不过的问题，就是贫血以及脊椎侧弯。如果你自己平常有一些贫血问题的话，你在去健康检查之前，请你连续的好几天吃铁剂，你就去药局买铁剂，就连续好几天的吃铁剂。他的贫血，我记得他的血红素指数好像数值是要在12吧，好像是12。然后呢，捐血车就是你在外面路边有看到捐血车的话，他捐血车你要可以捐血的话，我记得数值是15。反正捐血车你可以捐血的条件是要高于你当空服员的标准的，因此如果你自己平常是有办法捐血的话，就代表你一定100%过得了。但是如果你平常呢是会有贫血状况的话，就请你去健康检查之前，就是每一天要去吃铁剂。那你有那个捐血习惯的人，也请你健检前不要去捐血，你到时候把你的血红素都捐掉了，你的那个贫血到时候过不了，你就去不了了。那至于脊椎侧弯的话呢，这个你就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就是你可能平常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要去定期追踪你的这个脊椎侧弯的情况。那当时健康检查是在松山机场的民用航空医务中心去做检测，所以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话，你当天可能是还要再跑台北一趟来进行健康检查。接着第6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收到出发新加坡的信呢？我的健康检查是在就是4月21号之前完成的，然后我一直到7月31号才收到出发新加坡的信。收到信他告知我你的就是 take off date 是8月31号，所以你就要在这段时间呢去安顿好你自己的所有事情，然后8月31号就离开台湾，然后前往新加坡。以上呢，基本上这1到6个问题就是 cover 了我自己的背景嘛，然后还有整体的面试流程，然后
道见解啊等等你会遇到的问题跟一些小 tips。接下来我还要整理出就是3个问题，然后让大家做参考。还是第几题？第7题。首先第7题就是如何练习英文口说。我自己从小到大就都是在台湾长大，所以我就是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内学习英文。那你也知道，台湾教育体制对于口说是没有很花心力的去训练的。那我当时英语口说是怎么训练的呢？我在大学呢有一阵子很疯美剧，然后当时最爱看的就是《How I Met Your Mother》还有《Brooklyn Nine-Nine》，有没有谁也喜欢看？我那时候最爱看就是这2个。然后呢，我一直看，我每天都看呢。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怎么样？演员每念一句话，我就马上跟着念，我不会暂停。有时候很快你跟不上，但其实也没关系，只要确保你在看这个影节过程中一直有在讲英文，一直有在讲英文，其实就好了。然后等到久了，我跟你说，你那个语感真的是会练起来。看久，你可能还会比较偏好，就是哪一位演员的口音，可能还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口音有一点相似，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当时真的完全就是靠看美剧，然后把我的这个英语口说能力 pick up 起来的。心有余力的话，你就去买英文杂志，买那个 CNN 啊，或者 Life Plus 也是 OK 的。你就把那新闻音乐杂志买来，然后呢就念，照着它上面念，你一直念，然后就听，因为还有音档，你就听。然后呢，当时很重要一个点是我会背文章，就是那个英文杂志啊，我会把那个文章背起来。然后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背没什么用。对于一个你不熟悉的第2外语，你要可以把它的一整篇文章背起来，这说明了你有能力去拆解这个文章的架构，然后你有能力去理解每一个语法之间语句的关系。所以当你可以把这篇文章背起来的时候，它对你的口说是一定有加分作用的。相信我，真的很有用。然后在第8题，如何练习仪态？你看我现在侧面嘛，然后我的耳朵基本上是对到我的肩膀的。你的背不会是这样子往前圆，这叫圆肩圆背，然后再来它脖子可能这样有点往前，这叫颈前移。这是我知道最多那个文明都市人会有的体态状况。如果你有这个状况的话，仪态部分是要怎么训练呢？首先的第一步，你的肩膀是可以这样子转动的，把你的肩膀往前转，往后转，然后往下放，接着你的脖子收进来，感觉你的下巴好像可以夹住一支笔的感觉。接着呢，就是把你的手掌心朝上，这样往上举，然后让你的后面2只手肘，感觉2只手肘要努力的去夹在一起，寻找一面墙。那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的肩膀还有你的屁股都是贴着这个墙壁的。那这个呢，对你的仪态就可以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跟帮助。下一个问题是，我在这个申请过程中，我有没有犯过一些错误？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呢，是我在收到实体面试信件的时候，我是遗漏的那一封信的。然后那封信告诉我，必须要在几月几号之前进到他们的系统，然后点选你是否会出席。那我当时遗漏了，我直到发现那封信的时候，我点进去已经什么按钮都按不了了。但我就很害怕我出席不了，所以我就赶快写信，就是回复那封信，然后告知那个人说我遗漏了这封信，然后我深感抱歉，然后我理解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就是表现你的诚恳。然后我就收到他的信，他就告诉我说，哦，好，那你就3月18号那一天你就准时出席。然后再来呢，我还有遇到第2个问题是，我在实体面试的时候，在被叫进去那个 interview room 的时候，是那个考官帮我开门的，我就直接走进去了。是直到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他才跟我说 ，Do you even notice who opened the door for you？ 他就这样问我 ，You didn't even say thank you。就是哇，我当时吓死，因为我完全没有留意到考官帮我开门，因为我太紧张了。然后我知道这是一个超级大扣分，因为你要做 cabin crew， 你的就是 service 就是你的 top priority 嘛，哇，马上就是道歉，就说啊，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我没有注意到，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来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绝对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最好的情况就是你不要犯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要呢在面试的场合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门，就是帮他开门，他如果帮你开，务必一定要跟他说 thank you。最后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去干部。其实我在大学毕业的第1年就已经跟新加坡航空空服员的薪资是差不多的水位了，更不用说在这当中已经做了2年多，并且我还换过公司，所以我的薪水一定是往上走的。就等于说我当时机会成本是非常大。在第2个理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有一些贫血的问题，再加上我生理期并不是这么的稳定，就有一些混乱。因为空服员你常常就是你要飞长途班机嘛，你可能常常日夜颠倒啊。那我觉得我的身体可能是没有办法负荷这件事情，那这是第2个考量因素。所以当时是综合这些考量，我就婉拒了这一次的机会。
好，以上呢就是关于新加坡航空我在2023年招考的心得。那一定不是每一次的招考的流程都一模一样，然后题目也一定会有所改变。所以呢，以上的内容呢，你可以在这当中里面去学习，然后并且参考。可是呢，不要就觉得它一定是会100%的相同。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到 Instagram 去私讯我，去进一步做询问。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或是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再请不吝啬帮我按赞、分享，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